是你远眺未来的山岗。当你站上爱的高处，眼里充满着光亮。回去好好反省。将离开山岗，叫你背公式背公式，你都背到哪里去了？告诉我，像你们这种从小到大就很聪明的人，根本就不懂我们这种不会念书的人的痛苦。不要迷失方向。我是哪里做不对了吗？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这个家。曾经我的脚步有你隐隐闪耀和陪伴，当我走向新的旅程，满心感恩不能忘。我终将张开翅膀，飞向更宽阔的远方。成长路不管多难，爱是我的行囊。要不要吃一点？来吃啊！我不饿，我要出去一下。你要去哪里啊？哎，什么时候回来啊？奶奶，你很烦哎，我去哪里不用你管了。哎，这孩子怎么这样跟我说话？可能是读书太累了，心情不好吧。哎，现在这个年纪的孩子啊，都这样，你就不要放在心上了啊。再这样搅下去，咖啡都要冷了。你叫我出来喝咖啡，半天都不说一句话，这样一点都不像你耶。你气色那么差，是不是学校的工作太忙太累了？其实学校的事情还好，是若何，他让我觉得很心烦。他的功课一直不好。我想要督促他，他不但不听话，还顶我嘴，真的是越来越难管教。硕和他怎么会变这样子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对他一点办法都没有，心里很着急。你这样一直急，心神不宁也不是办法啊。要不然我介绍一些经典的佛书给你看好了，让你稳定一下情绪。佛书，你不是基督教的吗？我是基督徒，不过这几年我有接触一些佛法，我觉得还蛮有心得的。要不然我拿些佛书给你看看好了。你陪我去庙里拜拜好不好？我想去求个签，问问若何的事。照这个签诗看起来吼，恁查某囝的运势无好哦，而且吼，甲厝内底的人斗阵相处吼，嘛有问题呢。安尼要安怎？敢有办法因化解？有啦，你会当去买水钱吼，转来放咧厝的客厅，也是放咧较明显的所在。一来吼，
伊会当改变厝内底的磁场，帮助家庭的和好。未来会替恁查某囝消灾解厄，伊的问题应该真紧就会变好起来。好，你都下定哦。水晶真的有用吗？有用没用也要试了才知道啊。听说这间庙的师傅很灵，再说水晶本身也是不错的东西。只要有机会可以改变我跟若河的磁场，让若河变好，什么方法我都愿意试试看。今天天气好好。你昨天晚上没有去补习，你妈没有骂你吧？我好不容易可以出来自由一下，你不要提到我妈好不好？对不起，那我送一个小礼物当做赔罪。什么小礼物啊？都是我喜欢的歌哎，这些是你录的吗？我花了一个晚上，跟同学借了很多录音带才录好的。这我自己也会录啊，有什么了不起？而且现在也不能听。喏，这还差不多。听歌喽。你会当去买水晶转来放咧厝的客厅。一来伊会当改变厝内底的磁场，帮助家庭的和好；二来会替恁查某囝消灾解厄。不想上课就给我出去！翁阿婆有啥物话讲互开就好莫客气。你这款好强的个性爱改啦。泰玲对你好，对咱兜的人嘛真好，我拢看在眼内。遮难得的翁婿你搁惊啥？我知道
之前你工作压力大，是我疏忽要多关心你。我为我之前的态度不好跟你道歉，不要再生气好不好？家里有很多事需要我们冷静下来好好沟通。美伦。是我下午去买的水晶，今天去庙里拜拜，师父说水晶可以改变磁场，让家人更和谐。难得你愿意跟我道歉，看来这水晶真的很有用。你没有再生气了吧？你不是说这水晶可以带来家庭的和谐吗？我气已经消了。对了，这水晶贵不贵啊？你该不会是为我买的吧？老实说，我是为了娃娃。娃娃？娃娃怎么了？好吃吗？还好。你今天出来玩，开不开心啊？还好。你怎么什么都还好啊？那我明天早上去接你上学好不好？干嘛来接我啊？没有啊，我在想，我们这么常出来，算不算在交往啊？你笑是什么意思啊？没有什么意思。那我们到底算不算在交往？什么交不交往，就好朋友嘛。哦，你赶快吃啦。哎，我看就不要等娃娃回来了吧，我们先吃好了啊。来，姐姐有说今天要去哪里吗？我不知道他出去。下午在客厅啊，看到他要出去，问他要去哪里，他不但不回答，还冲了我几句，哎，简直啊变了个人似的，动不动就发脾气。去哪里啊？也不会打个电话回家。你知不知道全家人都在担心你啊？娃娃，哎，娃娃，娃娃，你这什么态度啊？我问你话为什么不回答啊？你妈都跟我说了，你不但不念书又不补习，说你2句你就不高兴。你不但要顶嘴，还锁门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不用你管！你再说一遍，什么叫做不用我管？我是你爸，为什么我不能管？你了解我吗？你只听妈的话，你就打我又骂我。我每天在家里很痛苦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想去上课，你知道吗？你不知道，你什么都不知道。娃娃，娃娃。真的是变了，我这个做爸爸的也有责任，都怪我太不常在家。如果我可以多关心他一点，他或许不会像今天那么叛逆啊。这孩子现在打也打不得，骂也骂不听，我们还能怎么样呢？可是该管的还是要管啊，我们总不能放任他这样继续下去吧？娃娃是不是交了什么坏朋友啊？坏朋友？像他这样半大不小的年纪，同才之间影响很大啊。
可是他的班级是好班啊，应该不会有什么坏学生才对。还是留意一下吧，说不定娃娃就是被这些坏朋友影响的啊。你怎么在这啊？我说过我要来接你上学啊。你不怕被我妈看到啊？对哦，我都忘记会遇到你妈了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快走啊，没怎么办？周静之，老师问你，那个男生你认识吗？他是谁？我不知道哎，不过他好像是普通班的学生。普通班的学生？姚若河是不是常跟他在一起？对啊，他最近常来找姚若河。好，你先进教室。娃娃是不是交了什么坏朋友？像他这样半大不小的年纪，同才之间影响很大啊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你把东西还给我，那是我的东西。这男生是谁？你现在在跟他谈恋爱吗？他是谁你不用管，你把信还给我。怎么回事啊？这男生写信给他，而且是个普通班的男生。我不管他是什么班的男生，他就是我的朋友。朋友？我明明看到你跟他在一起有说有笑的，他是朋友还是男朋友？你现在才几岁啊？交什么男朋友？以后不准你跟他见面。他功课虽然不好，可是他听得懂我说话。他不像你们这种从小功课就很好的人，根本就不懂我念书的痛苦。姚若河，娃娃。怎么了？楼下好像有什么声音呢。是我们听错吗？可是刚刚明明有声音呢。门是开着的。会不会是小偷啊？看起来不像，还是谁出去过了？爸妈应该早就睡了啊，难道这会是小明，还是娃娃？不可能，都这么晚了，他们怎么会出去呢？
上去看看。奇怪，大家都在，会不会真的是小偷啊？娃娃呢？刚刚就是娃娃开门出去，那这么晚他要去哪里呀？那现在怎么办呢？你在家等我，我出去找他。你去哪？哎，都这么晚了，你打电话叫我来这里干嘛？我心情不好，想要出来透透气。啊？干嘛？你不想陪我啊？你不想陪我你就回去啊。我才不要嘞！我要留在这里陪你。哎，你都不知道，我刚接到你的电话的时候，我高兴的心里大象狂奔哎。你心里的大象？对啊，别人都是小鹿乱撞，只有我是大象狂奔啊。哎，你不要心情不好嘛。那你想去哪里？我陪你去。随便。喂，有找到娃娃吗？我找不到他。你知道娃娃会去哪里啊？还是他们同学住在附近？我不知道啊，都这么晚了，他会跑去哪里呀？哎，他会不会是离家出走了？我们要不要报警啊？哎，先不要，我再到附近找一找，说不定他只是心情不好，出去外面走一走。你等我。等一下去哪里啊？随便啊，去哪都可以。哎，等我一下。怎么办？现在到底该怎么办？我不想再等了，我要去报警。哎，你先冷静一点啊。女儿都不见了，你要我怎么冷静啊？
晚上跑到哪去啦？娃娃，好了，人回来就好了。你一个晚上没睡，一定很累，先上床休息吧。去啊。你为什么不让我骂他？难道你不想知道他整个晚上去哪里鬼混吗？你先不要生气嘛，我当然想知道他去了哪里啊。只是我们现在骂他，他就会跟我们讲实话吗？你也知道娃娃现在对我们的态度，我们现在骂他只会造成反效果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娃娃的前途又要怎么办？难道我们都不管他了吗？告诉你，我就是不想考试，不想念书，也不想补习了，怎么样啊？我再说一次，你不要再打我了。对，我就是变坏了，怎么样？我不要开门，我不想补习，我以后也不要上楼补习了。娃娃该怎么办？现在到底该怎么办？美伦，你怎么样？医生，我太太她怎么了？我刚才有帮她检查了一下，我发现她有严重的十二指肠溃疡，而且她有甲状腺机能亢进的问题。你太太是不是长期压力很大？我建议她最好心情放轻松，休养一阵子，要不然这样下去，她的身体会越来越糟。哎，昨天整晚没睡，你都不会想睡哦？干嘛不讲话？你心情不好？没有啦，我只是在想，早上我爸妈在客厅等我的样子。哈？昨天晚上的事被你爸妈发现了？那你有被骂得很惨吗？刚好相反呢，我妈她好像有点生气，可是她却没有对我多说什么。我爸他竟然还叫我早点上床睡觉。真的哦？你不是说你家管很严，这种事被发现应该会被骂得很惨吧？所以我才觉得很奇怪啊。嘿嘿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你平常被骂习惯了，今天早上没被骂不舒服，对不对？被骂还有被骂习惯的。有啊，那个人就是我啊。我每天如果不被你骂一下，就觉得不舒服。怎么样？今天骂过了没？你真的很欠揍哎！我是真的皮在痒哎。你要不要打我2巴掌？2巴掌？啪啪！哇！若涵，你怎么还在这？你怎么没去医院？哈？你妈今天昏倒被送去医院，好几个班级的课都自修哎。这样真的可以回去吗？不要这么固执啊！就算在急诊室躺一整天也没有关系啊。医生都说你要多休息。怎么了？是不是胃很痛？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凯莉，我们到底要怎么做，娃娃才可以变好？你告诉我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该怎么办？
再说。姐，妈生病了，她在房间休息。妈生什么病啊？不知道哎。爸说不要让爷爷奶奶知道，怕他们担心。姐，我在讲话，你有没有在听啊？嗯。医生说要你不要想太多，好好的休息，知道吗？放学回来了。你妈今天在学校身体不舒服，你知道吗？医生说她最近压力太大，不但有12指肠溃疡，还有甲状腺机能亢进。那有很严重吗？你也会关心你妈哦。医生说她要好好的休息。你妈最近真的压力太大了，加上你昨天晚上又没回家，我从来没看她这么难过过。你要懂事一点，不要再让你妈烦恼。妈真的很担心你耶，也都没有看到妈紧张难过的样子。她全身发抖，我看得很舍不得哎。妈真的很伤心哎。你也会关心你妈哦，我从来没看她这么难过过。你要懂事一点，不要再让你妈烦恼。娃娃，你昨天晚上到底去哪里了？你知不知道我跟你爸都很担心。我又没有做坏事。那以后可不可以不要这么晚出门呢？我知道你上了国中之后，念书念得很辛苦，可是距离联考剩不到1年了。昨天之前的事就算了，只要明天开始，你继续好好认真念书，还是有机会考上好学校的。我不想再念了。你说什么？从国1到现在，不管我怎么努力都没有用。我念不来，
我不想再念了。你不念了，那怎么考高中呢？反正高中考不上就去念高职，总会有学校可以念的吧？你怎么可以念高职？那怎么考得上大学呢？妈，你不要再逼我了，我一点都不喜欢念书，我已经决定好了。娃娃，凯莉，你怎么没在房间休息啊？怎么了？你知道娃娃刚刚跟我说什么吗？什么？他说他不想念书了，还说大不了去念高职。我知道他对念书有很深的挫折感，可是他现在开始自暴自弃，那就真的没救了。应该没有那么严重吧？他都说不念书了，还不严重吗？你有没有在关心你女儿啊？我当然关心她，但是她说不念，我们能逼她继续念下去吗？那难道我们要放任他吗？他才几岁，他根本不知道怎么替他自己的人生做决定。他一定是受了那个普通班的男生影响，才会不想念书。你是说之前那个写情书给他那个男生啊？除了他还有谁？我已经好多次看到下课时间他们两个混在一起，娃娃根本就没有在念书。那不如我们帮娃娃办转学，远离这个环境，这样有用吗？试试看嘛，说不定距离拉远了，他跟那个男生会比较疏远啊。那阵子，为了娃娃的事，我每天吃不下，睡不着。我担心，就算转学，他还是无法摆脱那些影响他想法的朋友。心慌意乱的时候，我到处走庙求神，只要谁跟我说哪间庙灵验，不管多远，我都愿意去。我也希望老天爷能够指引我一条路，帮助娃娃。刚才那个算命的建议我们把娃娃送出国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出国不是开玩笑的事情，我们两个都要工作，娃娃一个人在国外，我怎么放得下心啊？但是这样下去也没有办法啊。我担心，就算转学，娃娃还是可以继续跟那个男生联络。再说，或许台湾填鸭式的教育并不适合娃娃。如果把他送出国念书，也许是个不错的方式。你怎么不说话？老实说，我舍不得娃娃去那么远的地方。我知道，我也一样。可是，如果出国念书对娃娃真的好，我们也得狠心送他出去啊。出国的事，我们要不要再考虑一下？我们要看看我们的经济状况，还有娃娃的意愿啊。钱的问题我可以想办法，重要的是娃娃愿不愿意。这件事情真的急不来。我看这阵子我们先改变一下对娃娃的态度，我们对她的时候就尽量轻声细语一点，避免她继续对我们反感，这样好不好？若何，你妈生病好一点了没有？应该好了吧？可是我听说她今天还是请假他最近常跟我爸出去，也不知道去哪里。
那你最近在班上情况怎样？老师一样逼得很紧啊，可是我已经豁出去了，我不想念了。可是不念也不行吧？不是都有标准分数吗？没有达到还是会被打吧？我听说3年1班有人出国念书了哎。哇，怎么这么好啊？他家是不是很有钱啊？不知道。哦，听说出国念书很棒哎，不止功课轻松，还可以常常出去玩哎。是吗？可是这也不关我们的事吧？我们只能羡慕而已啊。若何，你现在还待在那个实验班里面，就要好好应付老师，不然你会被打得很惨哦。打就打，我才不在乎呢。反正我已经尽力了，我问心无愧。我回来了，等一下不要对他生气哦。我知道了。回来了。肚子饿不饿啊？你如果想吃什么，今晚跟你妈说。对啊，吃饱了才有力气念书嘛。我以后不上楼补习了。什么？我讨厌他们为了分数斤斤计较的感觉。反正我也不想念了，上楼补习也没有意义。可是，说，不要发脾气了。好吧，那今天就先不要补习，休息一下也好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啊！来，你赶快上床休息吧。你只说要态度柔和，你没有说他可以不用补习啊。你刚刚要是拒绝他，他肯定又跟我们吵起来，这样不是得到反效果吗？可是他……哎，算了，他既然不想补习，你强迫他上楼，他也只是坐在那边发呆而已，你还不让他轻松一下了？姐，你今天不用读书吗？为什么不用上楼去补习？你不要管那么多好不好？出去啦，烦呢。哦。喂？喂？你在干嘛？没有啊。你妈没有骂你吧？他们今天好奇怪哦，突然对我很好，而且我跟他说我不想要补习，他竟然也说没关系。那你现在在干嘛？哦，没有啊，我想说，我刚好出来买东西，顺便打电话问你在干嘛。你现在在买东西？那我想要吃巧克力，你现在立刻送过来给我吃。啊？干嘛？你不愿意哦？不愿意拉倒啊？等一下，我没有说我不愿意啊。那我送去你家给你吗？那我在我家门口等你，不要让我等太久哦。拜拜。句型呢，它们的动词会被省略掉，所以就会用原形动词在这个句子里面。比如说 ，Please stand up。喂 ，No， 你要的巧克力。谢啦，你真是随传随到。你是我的公主嘛，公主的吩咐一定要办到啊。你家看起来很漂亮哎。会吗？我从来没有去过老师家。那你要进来老师家吗？
现在啊？对啊，你就进来参观一下啊。你家没人？有啊，全家都在。那不好吧？而且你妈妈那么凶，我才不敢进去。我妈现在在上面上课，其他人都在房间，应该不会出来，没有关系。你到底要不要进来啊？云是天空的花朵，雨是落下的河，花是大地的女儿，你是我的困惑。雨是褪色的烟火，雨是天空在泪流，花是无言的情歌，你是我的沉默。一样的雨，一样的雨，一样的花朵，结不一样的果。一样的你，一样的我，一样的年代，不一样的规则。我知道，我想说。